腻了18个月的漫威终于来了，一记重磅炸弹轰碎了排行榜啊！复联里，旺达幻视的 CP 常年地道，这次终于吃上了一口热骨汤了，给我耶，使劲的耶！开场就一股弄得老美老电影风格。幻视载着新娘旺达一路驶向了小镇的新家，生怕邻居看到自己的面容，幻视压低了帽檐，穿墙没带上老婆的小插曲无关紧要，甜就够了。猩红嘱咐旺达与他的飞碟勤恳幻视与他坚不可摧的头，幻视一辈子都不干饭，家里自然也就不用做菜，那这盘子洗个什么劲儿呢？今天是8月23，日历上耐心证明今天是个纪念日，可夫妻俩谁也不记得，于是幻视提了一嘴，老婆反手一问，给他整了个一脸懵。他们管他今天什么日子，有对方的日子每天都是纪念日，他撒了一波粮啊！幻视便起身去上班了，男人还是要养家糊口的，哪怕你是复仇者也得打工啊！望着日历上的爱心，旺达还是想不起来今天是什么日子。乔迁之喜邻居上门祝贺，才搬了1天不到，房子就收拾得这么干净。聊到婚房，女人才注意到旺达无名指上并没有婚戒，这一点旺达并没有在意，反正自己已经成婚了，还是和一个高大帅气的男人，就等丈夫下班回来一起过纪念日、生日、假日、结婚周年。被邻居这么一提醒，旺达才想起今天是结婚周年。说到几周年，他还是不知道。邻居是个全职主妇，看的东西也都关于夫妻那点事儿，比如如何看住你的男人。说到这儿，他准备回家拿一下相关杂志，跟旺达一起规划一下晚上的纪念日。邻居这么和善热心，旺达更加期待以后的生活了。公司里，幻视虽然不能干饭，但干活绝对是靠谱啊！码字速度上天，秒秒钟就给同事诺姆交接了工作。看幻视那茫然的表情，诺姆便问起他有没有需要帮助的。幻视赶忙向他求助，今天这个日子有什么特别的吗？是要做点什么，还是要买点什么？又或者是公司有啥任务？得到的确切答复是今天啥也不是，但公司的今天效绩不错，多亏了你们行走的计算机，业绩上升了300%。幻视赶忙反驳，你才是计算机，你全家都是。老板哈特走了出来，看着金牌员工幻视那魂不守舍的模样，他都怀疑是不是螺丝松了。哈特今晚要带着妻子拜访幻视一家，这让得不到答案的幻视有点不知所措，生怕晚上会出变故。家里，邻居帮着旺达记录学习要点，从音乐到服装再到言谈举止，每一步都要让对方感受到浪漫。紧张的幻视打来了电话，询问妻子今晚怎么说呀？他没想到旺达早就筹备好了一切，旺达活学活用，让丈夫的顾虑一下子就消失了。电视上正推销着新款面包机2000，家庭主妇必备神器。到了晚上，幻视带着哈特夫妇回了家，哪知家里一片漆黑呀！他去开电闸的功夫里，旺达摸着黑给哈特来了一个惊喜，这可让大家尴尬到了极点呢。没对好口风，果然出了变故。旺达幻视一对眼，凭借默契缓解了气氛，接着说这是老婆的故乡民俗，又找了个借口单独套。你居然连我们的周年纪念都忘了，不想理你了。这个幻视整得蒙上加蒙啊！外边可是自己的上司，他拥有着震惊皮肤、心灵宝石的力量，托尼和班纳的意识，却想不明白这日历上的爱心是什么呀？旺达精心准备的情趣衣服、音乐、烛光，却因为没有提前商量而白瞎了。怎么说也不能让丈夫的老板走人嘛。旺达随便打了个响指，换了一身得体的衣服，趁着丈夫和上司谈笑风生的时候，准备起了晚餐。因为家里没有菜没有锅，只能求助邻居帮忙。至于怎么做菜呢，旺达根本没心思去学，挥手食材就自己下锅了。厨房吵杂的声音让哈特太太本能的想去帮忙，幻视哪敢对外暴露老婆的能力，只能是五音不全的唱着歌，为旺达争取时间。此时厨房一片乱，从未做过饭的旺达有些手忙脚乱，后悔没有听邻居的教学，活生生的烤鸡被他变回了鸡蛋，无奈只能求助幻视帮忙，自己出去接待客人。终于等到了邻居的场外援助，旺达重返厨房，这苦了幻视了。他被上司一顿指责，到底什么时候能吃上饭？瞧给你嫂子都饿晕了。谈话间，旺达已经准备好了晚餐，并且悄无声息地端上餐桌，众人赶紧举杯，一杯敬明天，一杯敬过往。哈特太太好奇他们什么时候结的婚呢？为什么还没孩子？你们不是丁克吧？夫妻俩什么都答不上来，就好像是凭空来到这个世界。对哈特来说，这个问题简单的不能再简单了。结果旺达和幻视两个人面面相觑，谁也说不出个所以然。哈特越讲越激动，以至于饭菜卡进了嗓子眼。哈特太太还以为老头子在搞怪，在一旁笑着让他别闹。旺达幻视已经看傻眼了，男人明显就快要被噎死了，
这女人怎么还在那乐呢？想着，哈特就已经倒在地上，随时阵亡啊！旺达不忍心，让幻视出手救了他，结果对方就跟没事人一样，感谢了招待，还对幻视刮目相看。说完，哈特夫妇就离开了。旺达幻视纷纷叹了一口气，变回了自己最舒服的模样。他们这对不寻常的夫妻，不寻常到连周年都不知道，但这并不影响之间的恩爱。纪念日下次再过，旺达为自己和丈夫变出了一对戒指，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。而以上发生的都在别人的监视中，这标志天剑局无疑了。这就是旺达幻视的第一季内容，短小且精悍。由于是啃着生肉干的内容有些地方可能不周到，日后会出一期视频盘点一下所有细节彩蛋。我是瓜皮儿，下期见。